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新庄体育馆，在1月12号，7月20年的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在礼拜天的下午，我们要来欣赏的这场球是新北中先要来接受台北精华的挑战，这也是今年球季两队第6度的交手哦。各队的战绩，高雄台电9胜3败，台北精华9胜5败，都在伯仲之间。积分因为胜的局数不一样，都是26分。新北中先8胜8败23分，伊犁营造2胜12败19分。那1月12号女生的4个队伍都会出赛啊。那在个人的一个得分的排行榜上面，在目前张立文263，张义启243，都是新北中先的球员，分居1、2。陈炳瑜跟徐婉瑜分居3跟4，那简英文第5，那唯独只有台北精华的这个球员比较平均，并没有谁的得分特别的这个抢眼呢。在今天怡如跟我们一起来看球，其实两队对你来讲都是老对手，是很那当然熟悉。有一些的一个补强，不过其实对台北精华还有意思，他面对不管是台电还是面对这个毅力，都是在战绩领先，唯独遇到了新北中先，现在新北中先是一个3比2。所以两边的所谓的这个队形之间的这个相生相克，好像在球场上来讲，还真的有这种的一个可能。没错，像我以我自己的经验的话，真的每个赛季都会有针对到哪一队，比如说我们可能遇到精华，就会觉得他们特别的难缠难打，然后可能遇到中先就会觉得在哪一个点好像特别能够容易得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赛很妙的地方哦，就是每一队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个美感，然后你遇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应战，蛮有趣的。对你讲到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你讲到这就是在这个就是气排19年这极速超跑那个时候，我很记得就是你们跟精华常常是那种赢到后面最后。硬被对方给翻过去，打到那个卡拉都，刚被俩拱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这种就是比赛场上的一个，不能说它是迷信或什么，但是你就是打完一场之后，你就可能大1场2场就知道，可能之后遇到同一队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事情。真的哦，对啊，其实当然也包含就是最后的总冠军赛的那个这个，几乎在那个第2局、第3局，好像感觉起来。比赛都要结束，硬也被你们给逆转回去，才有后面的那个第3场，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说，有的时候比赛这种东西真的是，所以说你还是不得不说，就是你就只能够相信自己，坚持到最后，而且把每一分都用最大的全力来拼，对不对？它就会有可能，就会有事情会发生。又必须要坚持，你才有办法，才有可能看到那个不可能的发生。所以说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常常在看到、解读到一些比赛，谁能够坚持到最后才是最后的赢家。那当然，你看到新北中先在今年，或许他对这个屏东台电到目前还是没辙他已经是连输了5场，像11号那场球已经是最接近的，打到了第5局，可是第4局那么好的翻转，第5局上来几乎要对方剃一个光头，8比0换边呢，那是你很难想象的一个状况。对，其实我们在教练当中有一句话就是会流传，就是球员有的时候他输久会输习惯，输惯习，所以我们必须就是我们在当教练的时候，教练的智慧，你要怎么样让球员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好像只要遇到特定的队伍我今天就是不管怎样，我可能今天就是会输，或是怎么样，就是要让他们这种是一个心态上面的建立，然后透过比赛的时候，让他们去养成那一种不管你遇到强队或弱队，你都是要有那种奋战的精神。哇，好久没有看到碰气碰气出来就觉得整个场面变得很欢乐。对。而在今天的这个两队当中这已经是今年的第6度的交手。我们刚才提到过，新北中先在前面5度面对台北精华，在对战的成绩上是3比2是领先的。那两边的第6次的一个交手的结果，我们现在要一开始来好好的往下来看那很有意思刚刚台北精华的领队游泳队。归堆歘给，还有一些育幼院的小朋友，是看什么电影呢？看也是一个跟排球相关的电影，真的好想赢一场。我想这个喜欢排球的观众也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好，我们先来看看台北精华今天在整个先发名单上的安排。那在整个举球，陈立荣是举队，陈杰，然后呢在林良代跟15号的许恩云的部分主攻。那在中间的部分是刘美金，还有9号的甘可慧、邱之晴跟李宇轩2位自由，这是在台北精华。在新北中线的部分，陈丁如举球，那然后举队张立文，那2位的主攻手包含了张义启11号，还有16号的达瑞。那中间的包含了 Josh Bone， 还有21号的叶瑜文，那林奇荣跟陈彦珍2位自由。
啊，两边都有这个外援了啊。不过在目前的整个状况上来讲，对新北中线昨天真的有点可惜啊。最后的第5局硬是被屏东台电给逆转了啊。是。第4局好不容易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那对台北金华而言，上个礼拜倒是学习了高雄台电啊。对。啊，这第1分，张立文这个出手有点太晚了。 赶紧的调整位置啊！好，这球被守住，好球！林囊蛋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touch out。 就上礼拜在赛后的访问也真的跟梁代聊了一下，确实他也在自己的一个企图心跟那个信心上来讲是越来越长大了啊。你可以看到他在场上非常的活跃。吊球，还有打长线，再来。 再给，哇，这还是哦。那当然这个队形不太一样，所以说，包含就是不管是张立文啊，还是17啊，他们的进攻啊，有些时候你看到在台北金华在整个篮网上就不是那么抓的不是那么顺啊。对，那因为也是加上这个球员这边的一个调配哈，他们刻意像现在 Jasmine 他在前排，那他也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一个快攻手，所以整个在战术上面呢就会比较。 活泼一点，不会说太死，说一定要给谁。美金这球也是打长线哦。3比1。短球，哇，这个球张立文的整个速度跟整个力量突然间收掉哦。 中间的快攻被挡回来，再来，还是想要打一个台球没成，还是找张立文，还有美金戳一下，哇，还是啊，美金相当的积极啊，是。 那个球出手的选择非常的好，球虽然是比较低一点哦，不过因为美金在起跳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达瑞的外侧手，可以让他来执行一个touch out的手段。4比2。哇，这个发球短了。这两个前面几周哦。 台北金华很有意思，都是礼拜6的状况不好，礼拜天之后调整回来，调整回来。可是这个礼拜因为只有1场啊，所以说会怎么样呢？陈杰这球被守住，哇，这个修正呢稍微偏了一点。陈杰还是想要打一个touch out，有，很有信心哦。5比3。 这几周陈杰的角色也可以说是在整个2号位的攻疏啊，这在整个攻击上面是很受到教练的重用啊，是很灵活，而且不要看陈杰的个子啊比较娇小，其实他在拦网的卡位上是蛮准确的，也是有一个这个十足的爆发力啊。是。8球出界，4比5。 放软，这球还有，哎呀，来不及了！哇，这个放软的一个节奏被新北中心给掌握到。
对，你每次看新北中心遇到台北金王，好像抓他们的攻击节奏又抓得特别顺。对，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好像一队克一队。对，而且其实比赛已经来到下半季哦，那双方对于彼此的战术或是攻击手特性都是会越来越了解。这个球又是整个接球直接过头了。这个接球的失误，现在也让分数新北中心追赶的过来。6比5，哇，还是没接好。发球的这个针对性啊，两次的发球都发给林良岱，林良岱的球都没接回来。而且因为良岱现在的位置呢，他刚好他的左前方有卡了2位，一个主攻手恒云跟可慧，他卡了2位选手在前面，所以这个球有的时候会因为前排的移动，会造成他在移动上面视线可能会被阻挡。长线这球被守住，还是张给17直线，哇，这几个球17打得很灵活。是，目前因为17的，其实他这颗球跟上一颗得分的球，它都是属于助跑，都是属于由内向外的切动所以想当然尔，他在直线16号位的威力会比较强大。哇，连续拉出一个5分的高潮啊！现在5比8，台北金王喊暂停。好，双方目前3分的一个差距啊，8比5，从原本的一开始落后到接连发球的一个针对性，现在领先3分。好球，出手相当的快，而且打点打得很准。是，球在举起来才刚离开举球员的手瞬间呢，斜线就出手。开网，还是被救起来，可以打。哇，又突如其来，形成了一个吊球的一个心脏地带的落点啊。是，在防守的位置上面呢，可能再做一下调整稍微内缩一点。阿宝的爸爸妈妈。阿宝的发球，还是一样啊，中间的突破啊，甘可慧。追回1分，7比9。好球！越到下半季，你会真的发觉 Jasper 的整个功效是除了防守之外，进攻的这个强度也一直在提升。是强度整个他的进攻的，我觉得他跟举球员跟廷儒的搭配，真的是在下半季之后可以看到他们是搭配的越来越顺畅。好，这个救得漂亮，修正好球。再来，短球有防备，哇，没有勾回来啦，可惜了，没有勾回来。祁隆跟达瑞亚2个人都要抢着去修正这一颗球。8比10。还有，哇，又是一个尴尬的位置。对，
其实这一颗球哦，其实举球员跟中间手两个人都是在网上啊，两个人都可以处理，那两个人犹豫了。那个时间如果第一时间没有处理，等他到网子底下就麻烦了。对，所以其实建议，如果是中间手的话，他第一时间可以在网上就先拨掉。短球，林奇荣在没问题，换边打一个台基奥，这球李宇轩啊，可惜。哇，真的是哦！每次看到新北中先打台北精华，就觉得好像那个得分的效率跟那个每个点都打得特别开哈。是，就是感觉好像他们的战术都很流畅。1-7这个球稍微低了点。9比12。还有，再来，给的稍微短了一点点，球顶起来可以打，放短。现在是怎样？退太快了，真的，陈杰往后退，这个球就真的落在3个人的中间了。哇，又是一个3不管地带，这一下分数又形成了4分。台北精华喊暂停，9比13。好，目前的整个状况，两边的整个分数还是有着4分差啊，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每在这种关键时刻，台北精华这几个球失误又有一点点，大家都太客气了。现在中线这边反而是在吊小球啊的这个手段上是取得蛮好的效果。哇，连续2拍都被拦死了。还有，真的是中间卖高，不管是美金还是可慧，都还蛮管用。可是你看哦，边陲仅这样怕不下来过。对，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看来反而是美金跟可慧在中间的区分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对，那或许战术的时候可以先集中在中间手的身上，可以让梁代这边有机会的话，让他能够被引诱住，是一直面对到一直的拦网者。哇，阿宝的这个背飞打的真的就是帅啊！14比10。好球，陈杰的2号位啊，还是形成了一个拦网出界。11比14。再来，哇，又是被大包啊！很有意思啊。我们平常都在讲说，台北精华是一个很有速度感的球队哦，可是你遇到新北中间，好像这个速度又打不太出来哦。对，因为其实新北中前他们的拦网的卡位哦，其实卡位第一个卡位是蛮准确的，第二个他们的高度其实也够高了。所以在面对到新北中间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举球员他在举球上的隐蔽性可能要再做一下调整。真的，你看都被卡死啊，被抓得死死的。对，因为其实双方都是有经验的，已经是有经验的选手，他们在判读举球员的手势上，其实大概你8颗，如果你不稍微做一点隐蔽性的话，
可能10颗可以抓到8颗9颗，那对于篮网来说就太轻松了。呀，现在换了一下啊，看看调整一下的状况怎么样。现在举球把先发的这个陈立荣给换了下去啊，那现在看看整个变阵之后的一个效果如何啊？池昌璇也上来，另外就是换加曼举球啊，16-11，哇，这就短了。不过这个 round 4已经真的发够久了、哦，是，已经卡轮卡了蛮久的了。12-16。哦，这球角度刁钻，好球，还是走中路啊！可慧这个点反倒是有着高度一定的优势啊。现在包括可慧或者是美金2个人在打这个中间啊，半长短的球，效果都非常好。13-16。开网，张育琪这样一个扫了哦，是从长璇跟可慧2个人中间呐、手型没有做的很一致哦，对，吞下来了。17-13。还是没打死，不过这球有点过头，这球摸出界，池昌璇这个球也直接点出了界外，要来挑战。好，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在线上啊？诗情在这几年的这个表现，也可以说在自由球员方面也是帮台北精华真的是很多关键分啊，能够扎实的给守住啊。是在场上也是可以看到他这个整个防守的，不管是敏捷度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判断跟拼搏的精神啊，都是非常令人感到很赞赏。这个界外界内有啦，有沾到啊，有沾到。关键的一分，台北精华这一分拿到，14-17。哇，真的哈！现在你看这个中路的一个突破，不管是阿宝、Josh Bone， 其实得分效率都蛮高的、哦。是，而且廷路呢，这颗球也举得非常的高水准。你可以看到他呢，是到最后一刻他还去做这个翻碗的动作、哦，所以对于篮网的判断上就没有这么好判断。哇，又接偏了，只能够修正了。祁荣没问题，这球还是给短球，看看。哇，又被挡回来。勾，没有勾起来。张立文这球可惜了。15-18。短球，还有，放掉，还是篮网出界。好，现在再把陈立荣给换上来。
还是4分差，19比15。接发好球，吊短。哇，这真的是啊，真的，这个2号位，不管是17还是张黎文啊，他都有办法去针对对方拦网的缺口啊，很快的形成得分的效果。是，那我觉得现在在金华这边的拦网呢，感觉他们在拦网第一个拦网时间点可以再慢一点跳，那就是上来之后的他的手型一定要够扎实哦，才有机会能够弹得有高度啊去做防守。还是短球被守住。好，这边短，再来，再一个，长线，张黎文斜线，稍微开网，还是给黎文。哇，你这发觉真的是，我有时候看这种队形之间的较量，你却发觉，当你发觉台北金华3比0击败高雄台电的时候，你发觉哇，这个队形发球的针对性各方面好强啊。是。可今天又打到新北中，你就发觉哇，新北中心好会拿捏那个分寸哦。就是很能知道说哪一个点是他们能够很好得分的。对，真的好有意思。短球被守住，啊，这球被拦下来，美金前排中，好球，有把握这个比较开网的修正攻啊。好，现在17绕到后排之后换人，哎，现在双林要上来了，好多球迷在敲碗哦，双林好久没看到了。好，现在刘双林上来。那在新北中院这边是张轩上来顶替17，16比21。实线有防备，大包的机会往旁边顶也没成，再给，想要打一个塔基奥。啊，双林一上来，这个包球没包到，是要挑战。挑战的是拦网出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球有没有机会啊？没有哦，直接从上面就直接给飘出去了哦。没有打到，反正慢动作可以看到双林这个是没有包的，真的没有包到，真的没有包到。不，这2天确实啦，就是当然今天比昨天好一点，不过还是当然双林也好一阵子没上场了对啊。22比16，短，这球太短了，球太早降了。好，现在把陈立军换上来发球，把美金给换下去啊，补强一下发球跟防守。再来，补篮好球，可慧。啊，好球，可慧。分数追成4分差，现在新北中心喊暂停，22比18。
好，第一局在前半段一开始啊，台北金华还稍稍领先，可是被西北中先的整个发球拦网强化之后哦，就一直看到都是西北中先维持个3分到5分之间的一个优势哦。发短，出手的方法，看看这一分。中间的快攻，守住。陈杰想打一个台基奥没成，再来。哇，撇掉。对，拦网的时间哦，还是太早了、哦。真的，你看到 Darin 的打法，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弹跳很高的，可他就是很擅长应用他最后撇手也好，还是打那个时间差，而且甚至他有时候会身体往下掉的时候才出手。是，而且Darin这个球其实他并没有全力起跳、哦，他已经看到手的时候，他就是轻跳，然后就直接往外扫。陈杰这球没打死。再来，给的还是有点短，阿宝抓得很准哦。哎呦，双零！这真的现在台北金华需要双零的棒数哦。是。现在感觉到比较尴尬的是，有些球你就发觉要有一个人那种决定性的一击能够出现。我看现在双林跟可慧啊，两个都在前排，可能再加足一下攻击的火力。哇，大协这球打得够快啊 ！Darin 直接的一个强攻。好，现在17再回到场上，24比19。给的太短了，搭配没有搭配好呀。放短这一分还是让17又是轻轻的一波。第一局结束啊，西北中先是25比19拿下了第一局。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OT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
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你可以从荧幕上看到1月12号这场新北中先跟台北精华的比赛，这第一局啊，重点还是在于说，新北中先的整个攻击力啊，真的要比台北精华来的更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效果啊，拦网也好一点点，那也是在失误的控制上来讲，比对方再精准一些，也使得在第一局25-19，花了27分钟先给拿下。那整体的得分部分，17还是跟李文还是2个最主要的攻击点啊，6分跟5分，达瑞有2分，那甘可慧跟美金3分，陈杰2分。你看到中间手4分3分，副卫2分，主攻手0，对不对？就是主攻手的磅数，现在对台北精华来，这是一个目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需要再去强化的地方了啊。是，那我觉得我们其道而行，反而可以，今天我们可能是借由中间手，让他们是成为一个战术的主要发动的攻势哦。那再加上可能举球员在整个战术的配置上呢，不要太过于顺哈。因为你说太顺的话，就是举球员太过于顺畅，或者是太过于明显的时候，对于拦网者来讲也会很好的去做判断跟阅读。对，可能这个部分的举球员他自己的动作上的隐蔽性，好要再思考一下，或者是逆向举球。那我想第2局调整过后，我们再看看会不会有改变。因为确实对台北精华，因为现在这个廖宇任不在啊，所以说整个举球的速度跟以前比较，现在没那么快。那如果你的隐蔽性再不够的话，对方就真的很好抓，是，没错。所以这个部分啊，要再做一下调整。哦，双零跳出来真的是太重要了啊！好，刚刚说第1局整个主攻手都没有得分，马上双零就跳出来拿第1分。哎呦，这个台北精华的啦啦队换装喽啊！这个气氛嗨起来之后就换装了。1-0。位置站得很准确。双赢大炮斜线，转直线，哇！是张立文这种他切进去的角度，你真的看不太出来他是要转直线的哈。对，那像面对可能像黎文，他的手法比较多变性，然后又有经验的选手，那我们在针对他的拦防，我们可以去选择
去选择一个区域我们去做防守。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篮网当中，但是因为球赛进行的很快，那球员在这个节奏当中能不能快速的到位，也是一个重点。哇，补位又稍微慢了一点啊，这球没交代清楚、啊。对，然后现在我们从第一局看到现在的金华，目前在整个心脏地带的小球啊，现在还是失误率比较高一点、所以赶快要确认，因为这个球其实是大家都可以防守的。那到底谁要来防守？我们赶快来做一个确认。我不得不这样，这跟我认识的台北金华有一点小落差、他们的防守应该是最黏的，对，因为我们以往印象中呢，他们就是防守带动进攻哦，很粘着度很高。啊！这球被挡回来之后，要补不补的阿宝这个球就出手的有一点点也是丢毒了啦。对，等到球已经快要到手上的时候，才决定要出手。2比2。撇手没成。还有，哇，打长线还是想要打一个台阶，没成，可惜。虽然是出界，不过我觉得双林他这个选择是蛮正确的。对，而且这个球要来挑战一下。对，掌握度再稍微调整一下。挑战的是篮网触球。不过刚刚这个球明显你可以看到已经有点身体往下掉。哎，刚刚看到黄色衣服是17的爸爸。上次在凤山，后来他来跟我打招呼。对，17的爸爸，17的爸爸是，对，爸爸妈妈吧。我不敢乱讲，我记得是爸爸没问题，妈妈我就没有那么清楚。可能可以请线上的粉丝朋友帮我们解答一下。哇，这个球是没有啊，确定没有。3比2。还有。再来。还有。哇，这一分打的是难分难解啊！啊，这球被判定是 no in。刚刚场边的教练都有一点激动啊。对，刚刚这一球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一直有很多的一个手势出来，不过因为球还在活球的阶段，所以球赛没有停下来。不过刚刚这个球在整个攻击点上来讲，看看到底有没有 touch 到啊？看看有没有 touch 到。这两队打起来就往往这来回拍数，讲真话，有的时候是来回5、6波都有可能，7、8波都有可能。对，以女排来讲哦，这个30秒以上就算是正常范围啦。有啊，这个有 touch 到，那这一分要重打。在后排跑到前排了，再往上捡捡，他确实是后排，他可以查你问看看，你几下扣你看算。好，刚刚在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了，其实
1、2裁判在整个第一时间的一个判定上来讲，还是要很清楚的去把刚刚的这个状况啊，那做第一时间的一个反应啊。是因为球赛的节奏非常的快哦。可慧这边拿到。这个时候插播这个讯息还蛮特别。啊，这球做了一个快攻的掩护之后，Darin的一个4号位的一个平拉开。是这个 B 快攻啊，搭配一个4号位平行的平飞球啊，非常泰式的一个打法。不，当然泰国的选手现在平均分布的地方很多的，日本的联赛、韩国的联赛、中国的联赛都有。现在对女排来讲，泰国也算是一个亚洲输出人数相当多的一个国家。没错，没错。5比3。啊，这个发球，黎文球出界啊。4比5。哇，大斜线又让Darin给掌握到了啊！是双林这个球哦，反正在Darin出手之后是有做一个往右边的移动，刚好就错过了。6比4。还有。17又是放短，还有，再来，球找人，还是没打死。哇，好不容易这球转直线了。拦网之后碰到了标志杆，终于找到这个touch out的空档啊！真的，哇，每一分都要大战数百回合，对，每一回都难分难舍。真的5比6。啊，17的重心脚都没动啊！这个球的整个位置明显，你可以看得出来，17跟球的相对距离是太远了，脚都没叮当。6比6。好，打一个touch out。打一个交叉，还是没打死。哇！哇！这个球竟然陈定直接把他球压回来啊！是哦 ，Josh Brown 这个防守的位置站得非常准确啊。虽然说金华这边也是非常成功的战术哦，不过因为刚好就是 Josh Brown 他第一个位置准确，第二个就是打在他的身体正中央。8比6。
哇，这球被顶下去啊！子云好球哦，这一颗起跳之后有去做一个手腕的改变。这个第一局翁子云并没有上场，那第二局的整个角色现在变得很重要啊，7比8。哦，阿宝的球真的有棒速又有速度，而且速度又快啊！2分差，9比7。一样走中间。哇，这球出界！哇，你看到这几个发球策略，直接冲着双林的身上，让双林的重心往后，这个4号位就等于又空掉。对，那在拦网的他就很好判断，他只剩下左边2个梁代跟子云要去注意哦。好，这几分还是让新北中线把分数稍微拉开，现在是台北金华暂停7比10。好，这阵还是一样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还是需要一个攻击的一个火力了啊。那现在对台北金华而言呢，当然双林上来有这个加强的作用，不过还是要能有更高的一个命中率啊。刚刚这个球是自己打出了界哦。是，那而且其实刚刚只剩一支拦网而已啦，蛮可惜的。攻击手再做一下调整。10比7，哇，这球发的超平，你看4号位又没了，哎，还好中间翁子云。8比10，放短，反向的举球，换别吗？啊，给谁？不是很清楚，还是被拦下来。哇，小心小心！啊，这真的是，这个又修正过头了。所以说两边很多球，因为你可以感觉得出来，新北中线在整个那个拦网的那个企图心，阿宝在前排中一直不断的会去跟得很准，所以一直都是在往上来来回回。所以说往上那些小球跟球的方向，就变得要很细腻哦。是，那金华这边的几位主攻手恒云跟梁代，他们在出手的时候也必须要能够更加的灵活哦。那如果说你是正面面对哪里打哪里的话，那对于拦网的人来讲是太轻松了，所以自己一定要赶快去做，不管是用身体去当做隐蔽性，或是手腕上的一个变化，要赶快的去多做调整。翻过来，这球 lucky ball 直接的得分，10比11。金华的机会，哇！双林这个球有逮到了啊，分数追回来，刚刚落后3分，现在追平了，11比11。好，现在换新北中先喊暂停，分数被追上。
双方在第2局的一个状况打起来真的是难分难解啊。那一度在新北中先的一个分数上领先，可是16验的时间又是让台北精华给追上。哇，没有人卡吧？没有人卡吧？好，现在反倒是台北精华超前了，12比11。一样是找向 Darin 呢。哇，这个又没包到。是，没包到。12比12。短球，哇，这有给的，修正过来。直线，你还是不得不说，你像这几个球在整个搭配上，精华这边就是总觉得慢那么0.5秒，所以那个 timing 第一时间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球做一个最有效、最好的一个举球的位置跟修正，对不对？没错，而且好可惜哦。现在而且像可能双林跟可慧他们这边在放小球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其实中国人签的队形已经有一个负责守小球的球员已经站在那边等了，所以在放小球的位置你要再做一下调整哦，不然现在小球对于中国人来讲，对啊，就接起来又是一个反攻的机会。哦，这个守得漂亮，好球哦，这球碎哦，角度，这球碎哦，这个落点要来挑战，哇，这个球林良代点打得很准啊。好，现在新北中线来挑战是界内界外。这个球不管最后是界内界外，其实都打得相当的漂亮，是值得肯定哦。我们来看一下这球界，哎呦，差那么一点点啊！界外，哇，差那么一点点。是，不过还是给予肯定哦。被拦回来，再给，斜线也被守住。哇，大斜，小心，有球。又是中间，心脏地带再次出现了空档啊！没有解决这个点哦。好，现在要把陈杰给换上来，哇，一下会让西北中先又是取得了3分的领先。阿宝的发球，哇，这个球还好没丢，切进来没了，哇，张立文做了一个切动。这一颗球在精华这边在战术上其实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第一个，他们现在举球员前排，那刚刚战术人都是往前带，但是对方的拦网的人是Jasper 跟李文，他们其实都已经准备好要去拦这个助攻的球了，所以其实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一个破坏。好，台北精华刚刚你看了一度从3分落后到1分领先，现在又落后4分，所以来回又是一个对方连拿5分啊！哇，这个分数的波动来讲，真的是算是有点大哦。是。
暂停过后，新北中线阿宝继续发，16比12。还是找双林。好球，好球，好球！这个长线后排。现在刚可以看到这个战术就是一个成功的战术哈，可会往后走，然后双力往前走，两个平拉开之后，中间的梁带窜进来了。13比16。还有。timing 完全抓不到，是两个人，梁代跟可慧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松动，真的，对，开了一个大门，让人家轰进来。真的，那个并位并不精准的话，那个真等于没有了啊！17比13，飘出头，飘过头了啊！好，现在在准备换人，要再把美金换上来，把翁子云给换下去。14比17。哇，这就还是很准哦，还是很准。Josh Bond 的整个出手真的是看起来就是那种。细水长流型的，不是那种直接那种短那个斩的那种。对，他出手就很快很轻巧。他都是在拦网的人还在上升的时候，这个球就已经打出来了。美金这球没打死。这个球搭配上不是太好。短球。还有。哦，这球齐勇守得漂亮！哇，又是一个心脏地带，落到了地板。哇，这整个防守的站位那个点上的问题一直都在。对，第一个就是防守上面的位置并没有说很准确哈，感觉上防守者在防守的时候都是有一点犹豫哦。然后再就是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反而是中线这边的攻击手在出手了之后，那金华的防守者都还在做移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在判断球上面，他就会有视线上的误差。好，还是被拦到，后排短了，还是被守住，17转直线，还有，再给17，哇，这球，再来，贝飞跑一个，打长线。哇，这就可惜了，是差一点点。我们刚才聊到相当大家的对阵啊，当然，其实台北金华跟中仙打的是难分难解，5场球3比2，中仙稍稍领先呐，可是就还是就是中仙就占那么一点点优势在了啊。感觉他们每次遇上金华的时候，在拦网上面都是略胜一筹。真的。这个球好球，直线闪过去了，漂亮。梁代这几颗球啊，从他那一颗后排虽然是出界啊，不过从他那一颗后排一直到现在，他现在这几颗球的出手啊，的角度都是越来越大了。分数形成了3分差，现在是新北中仙的暂停，19比16。
17，再来，再给17。哇，真的是17的球在女生来讲，甚恭喜有磅数之外，她的球的旋转包得很扎实，所以就尬哎。是因为第一个呢，她的磅数是有的，所以弹到拦网者的手之后，他的球线都会喷得非常的远。那这个对于后排的防守者来讲，就会很难去做一个转身的防守。放短顶起来，还有再给17。哦，邵英这一球应该是新北中线触网。是有看到网子哦，是洞蛮大的。17比20。这球是真的太短，是啊，给的太短，比较短哦。美金这边有把握住。好，再追进一分，18比20。哇，可惜这个加压其实是加的很有威胁性啊，就差那么一点点。21比18。哇，祁隆守得漂亮。还是被拦回来，宜轩也守住，再来顶过去。张黎文这个斜线，哇，真的双方的防守都很黏啊。再一个，防守好球。还有。哇，这次变作是台北金华触网啊！可惜这一波的来回啊，好不容易追进，又被拉开了一点点啊。现在台北金华换人，再是把翁子云给换上来，把美金给换下去。4分差，22比18。哎呦，闪得太慢了，宜轩过去一点维护啊啦。对，判断的太慢了哈。因为这个球陈丽君最后才闪开，那宜轩在过去补位的时候一点慢半拍啊。然后23比18，再果断一点。有 touch 到这分，再拿到，现在新北中先的24分到手。好，这球是直接冲过头了，19比24。还是要加强后排的整个防守啊！再是把张轩给换上来接替的是达瑞。张轩呢这一阵子啊，替补上来，不管是替补一起或是达瑞上来，他在后排的防守啊都非常的不错。17，哇！再是直接一个2号位的出手，第二局对新北中线而言，再是25比19拿下，现在局数2比0。Got a fine little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台北精华跟西北中先在新庄的比赛，在第2局的情况一样是25-19的比数，打得更加的激烈。那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攻击的火力值啊。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新北中先在攻击拿了15分，台北精华仅仅是9分。那虽然说其实新北中先拦网只拿1分，台北精华还拿2分，可是
从过程当中你看到大半的台北精华的攻势都被这个新北中心的拦网抓的其实蛮死的哦。是，就是对方现在中线的拦网几乎都是能够去预测到精华这边的一个战术，然后再来就是面对到这个中国人签啊他们的一个进攻方，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台北精华这边拦网的选手真的可以再慢一点，甚至出手再跳都来得及，因为对方第一个他们是全力助跑起跳，那我们拦网的人是原地起跳，顶多加一个摆臂，那我们的制空能力通常都是攻击的人他会停留比较久，对，所以这个拦网的节奏真的我觉得再慢。又被他撇掉，17会不会这个球被打得太简单了？是，而且你看，就是时间太早跳的话，那你在上面其实就是一个工具，让攻击手很好来当做是一个 touch out。那其实我们之前当球员会聊天，我们就问主攻手说，你觉得怎么样拦网对你来讲最难打？主攻手就直接说，我很怕拦网很慢的，因为跨不得去，我们才不让他爬。哇，这里又被救起来，水哦，再来。又是吞了下去。对，那个 timing 就是一直都卡不到，就对，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可以慢慢的累积下去。对，就第一个时间太早跳，第二个就是起跳之后，他的手型没有马上的形成一个很扎实的手型。那刚刚就是上升的时候，还离网子有点距离哦，所以他黎文出手加快之后，球就吞下去了。哇，这球切进来又切的不是那么的顺，那出手又出成了自己的一个出界。对，然后自己出手也觉得有点想太多了哦，要不然其实我觉得这个战术已经算成功的战术了。连丢3分，放软，哇，又过头了。啊，这球挖到，可慧好球。这个球阿宝打得太顺手了，而且双方其实都已经很熟悉了。哇，真的是完全你看经验值啊！所以说用这个球没什么人在给他一个威胁，马上黎文的那个角度一切，哇，真的是每一个。这关键分你都看到，这个黎文在这种球赛当中的那个经验值真的是很加分哈。好球，有碰到吗？要挑战，有碰到标志杆，好像有微微的对，因为晃动。我们有看到标志杆是有在晃动的。这个球好像真的有一点去 touch 到标志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在整个鹰眼的一个判定上啊，是不是能够看得更仔细，有没有擦到边呢？因为已经到了下半季了，所以说到了整个季后赛之前呢，整个球队的一个顺位啊，1423啊，那所以说现在，当然如果是3队这种互咬，再加上一个。也是今年很有搅局能力的毅力，所以说整个过程没事。是因为打到这个白带对，打到白带，所以网子的晃动啊。所以因为4队，所以说每一队要交手是7次，没错，7次呀。放软，哇，还是中间的对，哇，因为这一颗球，我觉得应该横云他可以退下，他前排退下来是可以先接的，因为他退下来的时候他是往外退，所以像这种天上地带的小球，它的距离就会变得比较远。5-2。哎，这次也是啊，新北中心这边也是中间漏了一个大洞。对，球其实蛮高的哈，我觉得大家都看着球。
3比5。贝菲跑一个大斜线，好球，不错不错，这个球速度有加快。翁子瑜，那其实陈杰呢，他在上一局换上来之后，他有一个很大的加分，就是他在整个1、2号位置，陈杰的防守的经验，在1、2号位置这边呢，补足了很多前一局1号位置比较容易失误的地方。那防守起球之后呢，反攻这边的确是有带动了整个成功的几率哦。哇，斜线守得漂亮，哇，好球，很霸气哦。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因为球迷也在讲，就如果以你哪一队没打过，跟哪一队你只打过超跑，你还打过哪一队？我的中国人签，中国人先打过，然后企业联赛第1年有女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 Top Girl。哦 ，Top Girl， 对 ，OK。所以你没有打过台电的体系嘛？你也没有打过金华，对，金华前身也算是那个 Attack Line 吧 ，Attack Line， 呀。啊，又是一个中间没人防守。这个起跳的时间点呢，就抓得刚刚好了。好，这几分倒是台北金华的拦网，其实讲在前2局台北金华的拦网没有太多的件数哦，这几个拦网蛮扎实的。西北中间喊暂停。其实以女子组来说的话，我们在拦网上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你人高跳得高，那拦网的成功，理当来说，其实拦网它第一个是位置准确度，再来就是你跳的时间点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因为除非说这个选手他能够守围你，那我们另当别论。但是基本上我们攻击手在走的话，他都是走横线的，那球点顶多就是往上可能1颗半。好，对，所以我们起跳的时间点就会非常的重要。现在台北金华稍稍领先6比5。好，这就守住，看看斜线，达瑞也是站得扎扎实实，直接也是一个大斜，充分利用了整个球场的一个长度啊。其实你看哦，你看就是新北中心这2位泰国的一个这个外援。其实讲在没有特别的显眼，可是那个基本功跟他们越到后，你会发觉那个基本功是蛮扎实的哈。对，就是他们可能在整个球赛过程的起伏啊，不会太大，会有失误没错，但是很快可以调整过来的。7比6，双方目前还是形成了这个拉锯哦。我一直没有问过怡如这个问题，怡如你现在还有在保持一个运动量吗？其实就是基本的运动，但是你说如果打球的话就没有了，打球就没有，对，就完全没有，我就说跟他开玩笑，我退役到现在完全没有碰排球。哦，真的啊？对啊，但跑步啊、有氧的那些运动是有，但是打球就真的没有了，都比较专注在课业上面。哦，现在一方面博士班也是剩最后一关了，真的。梦话比较特别啦，梦话那种重量还压的这种，跟选手差不多。他自己都说他是排球中毒。对，就是他现在退役之后都还是会去我们打 play 啊或什么，还是可以看得到他的身影。对，然后他是那种随时可以换装就下去，就直接掐扁。是。好，这次打一个台阶啊，好球，陈杰这个球相当的有经验哦。我讲实在话，要维持住，真的是，其实从你们当选手到现在，要维持住那个强度，其实，是一个使命感，一个韧性，也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期许跟要不然其实真的不容易了。对啊，尤其是像现在的企业联赛，每一年的强度都越来越强了。你看，第一个我们引进的外援，哇，这个球真的是放的有点太早，因为其实讲到这个球距离整个9米线还有个半米左右。是我们经常教练看就说不要用眼睛看，我们一定要身体跟到线边，确定的在做放球的动作。完全没跟呢，9比7。哇，好球！李文还是
相当敢打。当然有一个祁隆在哦，真的是很多球就都能够化险为夷了。是，然后祁隆现在就是队上的，也是队上学姐了啦。我可以看到他整个在后排，就是给整个队上有很大的安定感。8比9。哇，祁隆还是救到了，对，可惜没有顶起来啊。是。立荣这个是看得很精准啊。2分差。又被他给穿越掉。你看一起，其实一起本来就是打副位的，所以那个2号位置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了。对啊，他打起来就是很顺手。那恒云这边，其实我觉得以恒云来说，他的拦网上去之后，我觉得他的手型第一个可以再稍微有侵略性一点哦。对，就是要伸过去。现在压过去。我们现在场面看起来，他是上去之后是只有平行的放在那边的。他遇到一起比较有经验打他局要就很好得分。哇，这个祁隆又帮了一个忙。再来，还是找祁隆。好球，陈杰穗选择一个长线哦。11比9，现在张轩上来。哇，这一球太简单了。你看啊，在两边的这个攻击手的形式，那你只能说第一个黎文很有经验，点又准，是，而且他本身的手腕很好，所以他那个瞬间的加速，那再加上有一个17。比较有一个球质的一个重量啊，所以说点他们两个打的破坏力确实是比较大一点。没错，我觉得第一个点打得够精准，第二个棒数跟速度都有。是。又1分，又是给黎文。有时候你就会发觉，哇。金华追分追得好辛苦啊，领先，可是又一两三下又被新北中间给拉回来。对，因为中间他们现在就是有紧抓到一个策略，就是黎文在前排，他能够得分的时候，球就会一直塞给他。对，他的效率够高，好球，这几个球打一个塔吉亚。哦，这球收得漂亮，好球！再一个，哇，这球偏掉，是转太多了。不过他在跳真的是很轻盈哦。13比11，现在台北金华领先2分。这球拦到，可是在前排落下，没有人卡吧？现在台北金华领先的分数到达3分。好，新北中间暂停，3分差，11比14。
今天到目前为止，两边的分数差不多，最多就是3到4分左右啊。那不过现在对金华而言，因为已经是连丢了2局啊，看看这局能不能延续目前的这个领先，一直到最后。切进来，守住，斜线。 再来，好球！这个变线变得相当的及时啊！金华这边其实也是慢慢在修正他们拦网上面的问题哦。这一阵子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拦网上面被打touch out的状况就稍微在减少一点哦。那后排的防守的位置呢，也都有渐渐调整到这个攻击手他要攻下去的那一个位置上。 还有，稍微开网，又是一个往前的小球，对，碰到拦网的手，造成这种失速球是最难防守。哇，祁隆虽然说又整个扑出去，这还是慢了一点点啊。现在分数算是台北金华今天领先最多的时候，到达5分。 好球，弹起来是可以防守的。再来，直线好球。好，现在换人，奇美中也把陈玉珍换上来，还有杨梦娟也换上来，陈玉珍要来发球。4分差啊，12比16。短球有防备 ，Dari。 哇，这个斜线竟然完全是抓到了精准的落点啊！一个蛮大的空档哦。达润这一颗球有提早了他出手的时间。台北金华马上喊暂停，3分差，16比13。 金华到今天目前为止啊，没有人得分上双，可是有10个人有得分的记录啊，这也是小刘教练都有上场。是啊，13比16。啊，这个没爬过去。17比13。 好球！当然，现在这个阵型对整个新北中央而言是比较吃亏，在于拦网了。因为除了 Jasper 之外，每个人的高度都平均起来可能不到170左右，不得了了啊！18比13。还有。 短球再次落地，还是中间的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确认哦。
14比18。长距离，好球，这球推得够出去哦。这个直线的一个空档。林良带是完全的运用到啊，19比14。哇，这球给的有点不是那么的流畅啊，这个位置不对，节奏上没有搭配上哦。嗯。好，现在台北金要把池昌璇换上来，20比14。有点往内切的味道了啊，不过这个节奏还是没那么顺啊。对，而且一起这个球他自己也被自己吊到了。嗯。那比较可惜的是，子云这个球，他起跳之后，他的左手呢是面向场外的哦，所以打到之后就没有办法拦回来。哇！一起看到机不可失，就直接缩短球的距离啊。是的，球比较快哦，球比较短，他也是加快他的挥臂的速度啊。好球，池昌璇一样啊，打一个台阶。这一阵子立荣在整个局哦，4号位置长攻的球都够长哦，够长也够靠网，所以让整个4号位置的主攻手能够很好的顺这个球的一个速度啊，去出手直线的 touch out。短球，再一个，哇，这球真的顶出了界外了、哦。是。比较急的处理了啊，这真的是不能急啊。好，现在张黎文跟陈庭儒再次回到了场上。还是一个4分差，17比21。哇，这个球有 touch 到，这个球有 touch 到，要挑战。挑战的是触网。到了第3局的后半段了哦，那当然在目前看起来，第3局对金华是有机会把比赛继续给延续下去啊。双方目前的分数差距一直维持在3、4、5分这附近啊。这是他们新的衣服。对，没有，刚刚是穿外套啊，后来就是刚刚穿外套。对。好，来看这一球。哇，非常接近啊！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我觉得现在的教练们，这个因为有挑战系统之后，眼睛都被
眼睛都已经被训练到就来，真的就来，甚至连坐在场边的助教还有这些防护员都要帮忙看。22-17。好，这就出界哦，再1分。是打到这个中间手的外侧手。又被他撇掉。2号位他这个往外侧撇这一招真的是打的真的是10拿9稳啊。没错，不过恒云这边也有去修正他的拦网哦。你可以看到这颗球虽然是中国人签得分，但是恒云拦这颗球，它弹起来的高度已经接近是能够好防守的高度了。17的整个发球失误，现在台北精华第3局拿到第24分，局点。哇，这看起来没有什么磅数的整个攻击，不过落点不错哦。对，刚好是在2个人中间哦的一个落点。19-24。好球，相当聪明，一个完美的落点。这第3局结束啊，台北精华25-19扳回一局，追成1-2。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看到，其实，在前2局台北金华最大的状况是在于攻击力不够。那第3局真的是攻击火力有提升，在攻击拿了17分，拦网也拿了4分，也使得他们在第3局反倒也是以25比19扳回一城。那3局打完，现在双方形成了1比2，进入到第4局哦。那第3局的整个状况，你还是很清楚的看到，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新北中心的状况维持不错，不过中半段开始有一点点状况，被对手连拦了几个之后，后半段就比较没有办法再很快的提回来啊。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一局在后半段呢，在金华这边呢，他们的发球目标又找向了一起哦。那在一起这边，他接发球的节奏稍微被打乱了之后呢，稍微有去进而影响到整个球队里面在运作的一个环节啊，对，稍微有点乱。两边的得分，李文拿了15分，张一琪拿了16分。那金华的部分还是没有人得分上双，最高林亮带9分。哇，这球可惜了，这球有 touch 有 touch。主审是判定哦，是有 touch。做一下 double check。还有。哇，这个17没有人守的话，这真的是那个角度跟力量啊。是，这一颗球稍微举得比较短平快一点哦，所以让拦网呢，边位的拦网啊是来不及向内来做一个卡位。好球，又打到了祁隆的手里哦。还是被守起来，换边，斜线漂亮，一轩也是扑下去，这个球直线，出手相当的快。是哦，两边的攻防其实都非常精彩哦。不过最后在梁代这边可以看到，他从上一局开始，他整个攻击的手法是越打越多变哦。可以看到他现在延续到这一局，他的手感呢还是依然非常的发烫哦。又是一个位置上17也不太敢接没错啊，这个球发的真的非常的精准哦。他的其实这个球目标是要给17，但是他瞄准的是17的左肩膀，左肩膀，那就会造成说，17他会犹豫要不要放，然后祁隆又想过来帮忙呀。这个犹豫也让这球的直接落地了。那台北金华这个开局也让新北中线赶紧喊暂停，1比3。
好，比赛的整个状况真的是每一局跟每一个 play 都可能会有相对的影响。那就像刚刚一路所提到，你就可以感觉到现在在整个这个林良代的一个攻击的信心度来讲，跟前2局做比较，真的有所提升了。是，你看他的眼神散发出来的那种霸气跟肯定，是我们在第1局比较没有办法看到的。放短，这球守住。啊，这球可惜了，慢了一点。啊，可惜还是给的有点短啊，对，球稍有点微 K 啊，低了一点哦。因为子云这个球跳的比较靠网。好球，落地，这个搭配就没有问题了。4比3。勾得漂亮，还有，哇，祁隆真的是反应够快，哇，再是给了张黎文一个强攻的机会。祁隆防守好球哦，这个防守反攻。这黎文打球也是看起来是算是轻松的哈，是，你可以看到他跳得很轻，没错。啊，发球可惜。5比4。哇，又是自己的这个强攻出界哦，是可惜哦，已经战术是形成一支拦网了。不过我想对于陈杰来讲，他的调整应该是可以很迅速的马上调整回来。5比5。又是出界，闪太多了，真的。今天感觉令荣这边在跟可慧的单脚背飞的搭配都好像不是有点感觉，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可慧有点太慢了，那现在感觉好像有点掉到，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两个在给球的上面，我觉得可以再给快一点，甚至让可慧去追这颗球，顺手打直线touch out都没有问题。哇，这个还是有点 K 啊，给的位置还是有点太高啊。哇，这个你看到一个不小心，马上又给了黎文一个反攻的机会啊，点打得很准。没错，这个的确就是黎文他的个人经验呐。好，现在台北金华喊暂停，5比7。进入到了整个第4局啊，那当然从这前面的3局的内容来看的话，其实分数来来回回的整个几率都很高了啊。那不过现在就看这一波的整个攻势，新北中线能不能稳住啊？那对台北金华而言，刚刚这几个球要马上做及时的修正，因为都是自己的偏差啊。对，那金华这边呢要开始注意哦，不要自己的失误太多。哇，这个球没有去跟啊，反倒给了陈杰一个相当好的4号位的机会。
6比7。哇，扑出来，好球！还有。你真的抓不太到那个17的节奏了哈。通常17他如果是从这个由内向外打这种短6的球的话，他在10颗呢，有8颗的地方是朝向直线的，所以防守的位置上一定要去特别注意到，大概有8成的球路都会往直线走，那可以布防2个防守的人在那个地方等待。哇，这球没接好。又是一个由内向外哦，也是有 touch 到，是，也是有 touch 到。这一阵子真的又让17的整个节奏加快，而且真的又利用他比较高的一个出手点的方式哦，加速他那个对球的一个掌握度，效果不错，9比6。哇，还是想要发短啊。7比9。哦，真的是啊！其实你像女生来讲，后排打得这么准的，而且稳定性又高的，其实李文真的是有她的代表性啊。没错，而且你可以看她前一颗打到1号位置，那这一颗呢，她又反方向打在这5、6号位置，所以让后排防守的人会很头痛啊。是，就把厉害了，10比7。再来。17再是一个4号位的强攻，形成了touch out。是，拦网的面向哦，没有转好。好，现在前排要把美金给换上来，让可慧退场。这真的让17打真的是太容易得分了哦。再来，哇，这就还是被顶起来，没办法了。哇，祁隆真的是尽力了哦。他已经尽他最大的可能去跳跃这一颗球了。8比11。还有哦，还有哦。好球，守得漂亮。哇，这个球。好，这个球判定是球落地板吗？是，应该是球落在中间的界内。对。应该是球已经落地了嘛？对对，球已经落地了。对。9比11。哇，这球界内，界内，再来。好，守得漂亮。承接防守好球。哇，真的是踢到了大铁板啊！对，想要打一个直线的touch out哦。不过因为这个球其实17已经整个包到它直线的标志杆了，手型是做的非常扎实。而且那个球也，那个整个手也压过去了。对。12比9。哇，真的是完全过不去，又被拦死一颗。
现在再要把节奏做一个调整，把加曼要给换上来。是，可能在举球上要做一下转换哦，因为刚刚 Jasper 跟黎文几乎都没有移动哦，就是2个人已经等在4号位要拦这个球了，还是要让梁代这边呢稍微来做一下转移呢。还是没打死，黎文。还有，再来，哇，再来，还有，重来一遍，还是给黎文，哇，又是加快节奏啊，是，哇，真的是这样的节奏变化，真的让台北金华很难跟啊！因为不管是黎文还是17，在这一局当中打这种比较快节奏的一个攻击模式的变化，打得更多。是，而且你可以看到黎文，其实他一开始的预备位置是在外面的，他是等球举出来之后瞬间加速冲进去哦。那让拦网的人，其实他也要向内跟，他也是完全来不及。台北金华喊暂停，又是让对手连续拿了3分呢。哇，今天黎文跟17两个人到目前都已经各拿20分了。哇，这2门炮真的让台北金华有点那种疲于奔命。是因为球一下举长的，一下举短平快哦，让这边尤其拦网的可能像梁代或可能又是比较年轻的，是本来就已经抓 timing 就抓不到了，就一直在乱。比较年轻，就是经验还没有到说跟这个学姐比起来，还没有到学姐经验那么丰富，我觉得比较累。哇，再加上有一个齐柔，是哇，再来，又切进来，又冲进来了，又被他骗了。哇，这个球又让黎文骗了。是，那这个就是真的是黎文他个人能力哦，真的。哇，这个球切得真漂亮，就等于是被吊空了。哇，这个轮转又过不去了，又卡轮了。那这边看加曼这边的战术呢，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调配哦？哇，再是一个大斜线直接的发球得分，16-9。要挑战哪一个项目？是逐步犯规，看有没有踩线。好，挑战的是17的整个发球没有踩线。到目前为止，整个第4局啊，真的是2门炮火力全开啊，从发球开始哦。两边都有很多这个死忠的支持者啊，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两队每一次的交手都是那种这个杀到那种难分难解啊。没错啊，连啦啦队都很有这种对抗性的那种感觉啊。没事哦，他整个这个发球在整个从很远的地方跳进来啊，完全跟线是完全沾不到边呢。好，继续发16-9。哦，好球金架后，再1分。哇，这个发球再是让对方接球过头。现在整个气盘女子的发球真的是17算是这个挂头牌啊！哇，发球的质量啊，真的够重。手腕最后扣的角度又能够一直变化，突然间发短。再给黎文，球短。
哇，这球救得漂亮，这球救得漂亮，好球啊！再来，再给黎文，还有第3波，还再是给黎文，哇，终于拦到了！我想这波应该对金华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一球哦，真的。刚刚真的是中间啊，是有这个学姐自由球员倪轩这边不放弃的一个防守啊。好，现在在新北中间再把张轩给换上来，来接替17。好球，站位没问题，再来，转直线也被守住。防守反攻，还是要找黎文。再给黎文。这球给的比较节奏比较慢一点，黎文要打大脚。现在两边都在拼这个防守反攻啊。新北中间喊暂停。新北中间请求暂停。其实有些时候你看到比赛到这种阶段，当然有些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比如说，因为毕竟17很年轻啊，他才大学2年级，是。可是黎文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学姐了，对。可是他的弹跳次数不比对手不比任何人少，所以他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也真的不容易。对啊，相当的不容易。还有，哇，这球没有任何的威胁性，还是交给黎文，修正好球。哇，直线漂亮！张璇这颗，哇，现在两边就是防守反攻啊，拼的是这个主攻手啊，最后的出手啊。那你现在知道，反正在新北中间这边来讲，因为17不在，所以说大半的球都是找黎文。是，12比17。哇，这球可惜了，出界啊！对，力道稍微大了一点哦。18比12。想要直接突破没成，还是找黎文。开网了一点，子云这个好球，有注意啊！这球有点挂掉啊！对，想要打直线哦，但是点放的太低了。是。哇，这种那种瞬间的那种反应速度，真的你就是那种马上的那种立即的一个反应哦。所以说，像这几个球失不失误，球给的点。真的是完全是要能够掌握到那个百分比啊！没错，主攻手瞬间呢就要去做好最好的出手选择哦。好球啊！这球跳得很高啊！对，其实给他的球真的可以高一点，因为池承璇真的很会跳啊。就女生来讲，上次在赛后跟他访问，他也说，我就问他你自己的最大的优点，他说很会跳，就真的很会跳，不夸张。13比19。好球，守得漂亮。好球，连续2波。哇，这球骗到了自己。
有再1分。这一颗呢，子云跟丽蓉的这个单脚背飞啊，就真的是时间上有搭配到了，不然前几颗球打起来都有点掉掉的。好，现在就看啊，这个目前如果轮转不过去啊，这1-7都上不来，那对于新北中线来讲就真的差很多。是，不过现在这也是整个台北精华要把握的这个机会点哦。没错，先从发球开始加压哦。哇，打长线，黎文还是打得很准哦。没错，而且黎文他的一个惯性就是，他如果斜线可能打个2颗、3颗，那他就会稍微转换一下，不管是小球或者是直线哦，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替的运用。所以这个也是面对到黎文的时候，防守者特别要去注意到的。如果他已经打了1、2颗斜线的时候，这时候防守直线的人就要特别注意。现在双林上来啊，斜线这球还是被守住，后排没有，再来。啊，这球被一样啊，球点太短了，太低了。丽蓉这边在拦整个 Dara 的直线跳脚也慢慢找到感觉喽。再给。还是找黎文，再被拦回来，第3波，再被拦一个。这几波的拦网时间呐，都做得非常好。16-20。稍微短一点。啊，美金再1分，17-20。哎，这球要挑战什么呢？触网。好，真的，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对台北精华最大的重点是这一段时间多拿分，是不让1-7上来。对，他们现在就是现在气势啊是正旺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延续啊？现在场内不管是气氛啊、气势啊、喊声这些东西，我们要把它延续下去。这原本最多的分数刚刚差距到6分啊，不过你看啊，精华这几个漂亮的拦网啊，1分1分的追，现在只剩下了3分的差距啊。当然，目前新北中间还是维持领先。哎呦，这一阵子精华这边，哎呦，小朋友应该没有被吵醒，还好。第4局现在的整个状况还是打得相当的激烈啊！美金刚刚这球真的是转得漂亮啊！3分差，17-20。还有，再来，双方的卡位都没问题，中间的快啊，这球落地。2个人看球，这个球其实子云他已经踩到位了、哦，真的。对。好，还是让1-7给换回来，21-17。还有，给1-7，放短，抓回来，再来，再一个中间的快攻。美金拦网好球哦。啊，这个长线有 touch。这一阵子美金上来之后，不管是在拦网跟攻击上啊，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他整个在拦网上面呢，是帮助到球队这边呢，在防守上可以更轻松，而且做更有效率的防守反攻。18-21。
再来。哇，真的17上来那个磅数是真的不一样啊！是好球啊！不过这一颗可惜了，就是打之后，其实梁代跟诗晴两个人都是往前冲哦。而且你看这个球又是让17加快节奏往内切啊。对，要注意到现在在这一局当中，17非常用了很多这样由内向外的这个短球的战术哦。22比18，长线。 还有，哇，开网，好球，一轩，出手有点急，再给17，哇，这个角度完全没办法预料，哇，可惜了，这个很远啊，真是没有判断到哦，因为其实17他在起跳的时候，他整个人的重心已经失去平衡了，往左边倒，那其实他能够选择出手的点就变得就真的只有斜线这个点能够做出手了，这个就是经验球啊。 23比18，哇，又是直接出了界，要来挑战，看有没有机会啊？挑战的是拦网出球。今天的最后第3场比赛呢，将是看到毅力要来挑战的是高雄台电啊，很可爱，真是小孩。好，看看这球到底有没有机会？有哎，是小拇指。好，现在变作19比23，双零。哇，这球再来顶起来，大斜线，哇，祁隆，这球救回来，还有，哎呦，过头！哇，整个场子很像说大家都热起来了，对对。我觉得最紧张是小牛，这个球出去。小牛教练应该是很怕他的选手，真的要去接，要去还想要冲，还想要去追那颗球。20比23。再来，拦网好球。 再一个，没有办法，是可惜了。哇，17的球这样子，最后的那个拉不顺对，真的不知道球往哪边弹啊！哇，17的直线套球是越打越远呐。你看他整个出手就像甩鞭子一样那样的动作。24比20，赛末点。好，这球被守住。 短球，哇！田如已经在那边等了。对，再给李文，给的有点短啊，落地，好球。丽蓉这个球很敢给哦，真的。大角度的这个反方向的背举啊，也收到很好的效果。拦网的人是没有去注意到哦。21比24。 还有，哇！最后这个球没有送过去，比赛结束。今天新北中先在第4局25-21，最后中场3比1，还是维持对台北精华一个好的对战的一个成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好，我们赛后我们的张荣教练，还有我们的黎文，还有17在现场，两位一个拿24分，一个拿23分了。那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我想跟张教练聊一下说，其实你们在面对台北精华的时候，一直都打得很有想法，而且你们两个不管是切动还是整个调动，其实这样搭配，而且洋将越来越好，所以这个队形下半季是不是真的让你有更大的期待，在今年会有好的成绩？对于成绩当然是相当的有期待。那在于队形磨合度越来越好的情况，也因为是外援跟这群选手训练的搭配时间也越来越长，希望可以为球队可以再带来更好的战绩。那为什么打精华永远都能够打得这么有想法，而且都能够说到做到？我想是归功于球员的努力跟辛苦啦哈。那球员彼此之间也都蛮了解跟熟悉的。也就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功课该做的要做这样子。好，讲到这个自己的功课，我们先来聊一个比较这个不容易的事。我一直很好奇我在转播当中也跟也跟球评在聊，就是说黎文，因为你已经算学姐，可是我又看你第一个，你每场球你跳的次数应该是球队里面最多的，可是你又能够维持那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好的一个跳的弹速跟那个对球的那个判断，你怎么样去让你自己一直维持在这个 level？ 我觉得年纪比较大的话，就是重量训练的部分是需要维持的。我就会特别要求，就是1个礼拜的时候至少要做到2次的重量训练，然后再加上练习的时候，练习的量应该要高过于比赛的次数，这样在比赛的情况就是比较可以得心应手。那个次数也比较好拿捏一点。哇，我觉得你这个内容讲得很棒哎，因为其实讲实话，其实对选手来讲，其实都没什么 pitball， 就是你要做得够扎实。所以你的重量，其实你现在压的有比一般的学妹还要重，还要多就对了。听起来，如果跟学妹比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自信的。OK， 所以说这个观念是你从以前就有，还是去日本之后回来越清楚知道这一块的重要度？其实应该是说，在成人队的时候，就是重量训练的部分，就是基础打得比较扎实一点，然后再加上自己还有去旅外的时候，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那对自己一个人的情况，就是技术的部分就要特别要求啊，身体的部分也要比其他人还要再更要求。毕竟我是一个外援的身份进去那个球队，所以不太可以就是落差太大这样子。哇，怪不得，因为看你打球好轻松哦。可是因为你的轻松是来自于你对你自我的要求够扎实，所以你有充沛的体能跟充沛的技术，所以你可以打得看起来如此的轻松。这样讲 OK 吧？说不定我会装，就是看起来没有很累。那也很棒啊，代表你的心态是正确的。好，我们来聊一个心态上比较容易紧绷的人。对，来，一起。今天你又拿了24分，可是你看了这一场球下来，你输赢其实你的表现是有很大的关键。可是大家的发球都对你的针对性相当的强，你怎么去强化你自己的接球？而且你会觉得会越接越没有信心吗？强化自己的接发就是只能练习的时候多练，然后练完的时候也会自己加强。然后，但是如果在比赛中真的状况不太好，我会请启荣还有达令帮我这样子。那今天你除了在攻击方面，你在发球部分也有很漂亮的一个角度，所以基本上你对你自己的发球应该是很有信心的。蛮有信心的，就是我会，因为他们每颗都会调整不同的站位，所以我都会去找那3个里面接发球最不好的这样。你都会找到那个3个里面接发球最不好。好啦，那简单讲，现在对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把接球接好。如果当务再把接球再接好，你就变得很可怕，会不会？会。你有期待自己变得很可怕吗？有，我希望自己当一个会接球的大炮手。你不要讲得很心虚好吧？这是有机会的，好吗？好，3位今天真的是带给我们一场这个相当高水准的比赛，也再度恭喜这个在今天的新北中心打得真的是精彩。2位24、23分，在女生一次要2个20分以上就不简单的了啊！好，我们也再度恭喜这个新北中线，谢谢3位，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怡如。好，首先恭喜中国人签呢，在昨天对战台电呢，虽然5局没有能够拿下，不过我个人觉得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中国人签呢，他们调整的最好的部分就是在他们的接发球。因为昨天我们可以看到第5局的时候，其实是中国人签他们自己接发球先破盘先破了之后，然后整个节奏乱掉。但是今天在4局的比赛当中，虽然第3局中间有一度就是17那个地方被成为发球目标的时候有一点小乱流，但是队友的帮忙还有17自己的迅速调整，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反而没有延续到第4局哦。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看比赛有时候看到这些选手，就是有时候像我也跟怡如常聊，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就是你们怎么能够打得这么轻松，又维持这么长的寿命，就是在球场上解读比赛、训练各方面，当选手真的不简单的哈。是，那我觉得就诚如刚刚像黎文所说的啊，他刚刚开玩笑说，就算很累，要装的不累。真的，那我觉得这真的说的是很到位啊。对啊，就有的时候就你不会让大家觉得看到好像说，哎，你现在已经累，你现在你就很懂得伪装。可是那个伪装的前提也在于说，你要有很好的基本上的一个体能的训练。没错，没错。好，我们今天看到一场高雄人的比赛，打了这个4局啊。那接下来还有一场精彩的赛事呢，将会要看到是年轻的这个毅力营造要再度来挑战高雄台电。毅力营造这批选手大部分都刚打完高中的这个联赛这个阶段，应该状况是很好的。看看他们今天能不能再给高雄台电更多的威胁。那当然，今天要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怡如，也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还有我们的工作团队啊。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比赛再见了，拜拜，拜拜。